来吃个米其林2星顺德菜，也是古法粤菜吧。大厨在佛山的店也挺屌的，感兴趣的自己查一查。这个店就在外滩这里，就在外滩这里。102小馆，从这进吧。亚洲前50。这是大厅吗？位置，环境倒是挺好的。19单。哦，今天的菜单，这几个菜总不会踩雷吧？那么简单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有点烫，小心。那餐具还蛮好看的哦。这是什么牌子的餐具？懂的可以留下言。是脆皮叉烧，最近吃的脆皮叉烧的话，它传统的就是可能会是油炸的，然后叉烧的话，我就是会先把它蒸至软烂之后，然后用油就是一直帮它淋的。肥肉是占了个1/3左右吧，肉看着比较老，尝一尝，有点猪味，但口感还可以，有点肥肥的，入口即化，做的有点水平，就太油了，还可以，这个没踩雷。这块肉比较老，还有一个特殊的香味，这叉烧做的还可以，但你说跟那个什么香港那个什么比，我喜欢吃那家。扣分的点主要是有点猪味和明火的香味少。对，我加炒蛤蜊。炒蛤蜊的话，它里面就是会加入青红彩椒以及金不换一起去帮它炒制的。好，谢谢。对，那挺香的。用金不换炒的 XO 酱，金不换就潮汕经常有这种东西，尝一尝。蛤蜊有点太腥了，食材一般般，还有沙子，这道菜有点辣，没吃出什么特点来。这个绿色菜就金不换。刚才我吃了一块带金不换的，稍微没那么腥，但我觉得这道菜锅气一般般。这道菜我觉得食材一般般，有的腥有的不腥，又吃了一个腥的，做法也一般般，没什么特点。来这么牛逼的餐厅，尝个红椒看看有没有区别，就普通的红椒。金不换就有点像薄荷，吃多了觉得还行吧。这道菜火汤了。日式老火汤，对。然后今天的老火汤的话，它里面就是会加入龙骨和老鸡排骨，然后以及椰子，就是去帮它炖煮的。谢谢。老火靓汤，龙骨鸡汤，椰子尝一尝，汤还是比较没立院的清，还算清。排骨汤为底，没喝出老鸡，一点椰子的干香。这是一块鸡，鸡还可以，皮是脆的，虽然没放盐这道汤，但是有味道。因为它好像是腌制过的，刚刚说的。所以它的肉比较紧实。它肉比那天吃那个紧实多了。这汤就是排骨汤为主，但是有点椰子的干香。它汤有甜味儿，但我觉得不是椰子的甜，汤炖的还是玉米的甜，有点。排骨就是一个正常的排骨，它这个菜有个好处就是没什么异味，虽然没放盐，但算有味道，有味道就是食材的味道。尝口玉米，它目前没什么牛逼的食材，可能就是那个鸡用的稍微好一点吧。这玉米已经没味道了，虽然是脆的，已经不甜了，甜味都到汤里了吧？感觉汤炖的还可以，有水平。它主要就是一个正常排骨汤的味道，细节会不一样，比较清爽，比较甜的自然。目前来说没吃到什么莫名其妙那种难吃的菜，味道都还可以。这一道的话会是五谷鱼滑蛋，它上面的话就是会吃上去会比较爽脆一些，会是一个油炸过的一个懒人。然后如果鱼滑蛋的话，就它中间的部分会是一个溏心的一个状态。是什么鱼？您稍等，我去问一下。好，这道菜就应该有难度了，尝一尝。他去问是什么鱼了，有点泥腥味，嫩是嫩，没有王刚那个草鱼好。它这个感觉都不是钓水鱼。其实它这个菜只要它换成王刚那种类型的钓水鱼的话，这道菜能非常好。我觉得它技术还是在的，就是食材跟不上。这好像都不是钓水鱼，土腥味比较明显。太湖的大白鱼。大白鱼。对，是江苏太湖的。哦，不是草鱼。对。哦，行了。
江苏太湖的大白鱼，它这鱼是有点泥腥味的，你吃这个，绝对吃着都有点像鲤鱼。你吃这个，鱼肚子这个。有点腥啊，有点腥。然后这一个的话是沙爹牛腩煲，然后它上面的话就会放一些柠檬丝在上面。好，尝着砂锅牛腩煲，尝一尝。这牛腩这都不像牛腩，不过它剔干净了，尝一尝。这牛肉选的不太均，有点老，然后有股牛膻味。这牛腩做的有点像牛排的感觉，反正一般般吧。鸡蛋做的火候还是不错的，就这鱼的食材不太行。我是觉得那牛肉太老了，而且有点膻味。他说是什么太湖的大白鱼，我吃的像鲤鱼，土腥味太明显了。然后这一个的话是罗定豆豉鸡，它里面的话就是会用到广东农门的胡须鸡，然后加入青藤彩椒还有罗定式的一个豆豉去让它炒制的。尝尝这个罗定豆豉鸡吧，鸡还可以，鸡胸肉也挺嫩的，虽然没什么上粉，也不嫩吧，就是不柴，味道还可以。这罗定豆豉调的还是不错的，味道不咸也不甜，刚好。还有一种香味，鸡用的还可以吧，是有香味的。目前吃到这个顺德菜没什么裹粉了，基本没裹粉。怎么都是鸡胸肉？尝尝有没有不是鸡胸肉？你还吃鸡吗？还是你不爱吃这个鸡？我觉得这鸡还可以，他觉得不好吃，他觉得鸡蛋好吃，他觉得鱼太腥了，牛肉他也不吃。吃块鸡皮，脆脆的，鸡皮挺香的，鸡是好鸡。这三道菜这鸡比较好吃吧，相对来说。这鸡有个问题，就是它的后味有点重，可能是腌制的时间有点久。我去问问他，我让他问问是用的什么牛。这牛是奶香味比较明显，但我不是太爱吃，有点老。他去问了下，说是黄牛。反正我觉得这牛肉一般般吧。萝卜烧的还可以，就是因为不是这个季节的萝卜，可能稍微有点味儿。萝卜烧的不错，质地非常细嫩。这道鱼我们只能吃鸡蛋，那鱼土腥味还是重，但我觉得他做的技术可以，主要是食材跟不上。他如果能拿金融鸡的食材，他菜绝对好吃。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没有独家食材供应链上。其实我觉得国内这些高端餐饮可以从日料上面下功夫吧，因为日料的高端食材供应链会稍微好一点，从上面弄点食材来弄可能会好一点吧。因为这些店它不可能像新荣记一样构建一个自己的食材供应链，现在又没有那种就像日本、欧洲那样拍卖的那种食材市场，所以没办法，真的。其实吃到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出现拿不出来的问题，大家都没想过，都是看那些视频，这个好吃那个好吃，从来没想过食材供应链的问题，真的。你没有食材供应链，你再怎么做，你都越不过那道坎，那就像一堵墙一样，你怎么努力你都过不了，只要你没有食材供应链。然后这一个的话就是萝卜丝进鱼滑了，然后鱼滑的话，它就是会把鱼肉打成了鱼胶，里面会加入腊肠和腊肉，然后一起去帮它焖煮的。然后最后的出锅的时候，就是会撒上一些芹菜。这是什么鱼？这个的话也是白条鱼。哦，就刚滑蛋里面吃。萝卜丝，尝一尝。萝卜煮的功底好，不烂，嫩，香。它萝卜煮的功底还是不错的。胡椒粉的调味，尝一尝，这是大蒜吗？是大蒜，尝一尝。鱼滑倒没吃出腥味，现在主要是火腿味儿，然后口感也还不错，粉的比例还可以，不会过多嫩粉。就这道菜做的还不错，它这个鱼丸口感也比较自然，
粉上的比例刚好，不会显得过多，但是也能吃出上了粉。这个虽然是鱼丸，但基本是火腿的颗粒感的口感。就今天吃了一下，其实做得好的顺德菜也不是特别多粉，这丸子就不会像鲮鱼丸那种特别腥、特别柴。说实话，这基本吃不到鱼味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个鱼丸。不是说吃不到鱼味是好事，是吃不到鱼味总比吃不到腥味好。鲜味、甜味鱼的，那我真的不敢多奢求。你能不让我吃腥味就不错了。就这道菜没饭吃，算还可以。汤就是个淡淡的萝卜胡椒味吧，但是菜做的算精致的，只是它没啥牛逼的食材。味道也可以。对，味道可以，就不是那种不会做菜那种吹牛的那种。对，只是食材不够好，食材一般，所以吃起来就是没有特别那种。它食材不是说不新鲜的不好，是新鲜的食材，只是购买难度不高。就普通人也能买到的食材，不是那种独家供应，像新荣记，汤还放了点芹菜，有可能是鱼汤，只是没有腥味，也没啥鱼味。服务员说这是他们里面做的高汤加鱼滑炖的汤，这汤也还可以。它是会用到黄牛肉，就是去帮它炒制的。你帮我们分一下还是？好，好，谢谢。黄牛肉炒的饭，他说，炒饭还可以，有猪油渣脆脆的。然后它没放盐，我觉得，但也还是挺香的。它这炒饭做的还不错，虽然没放盐。近期吃过最好吃的一个广东炒饭吧，脆脆的猪油渣，还是香的，就不是那种不会炒饭的人做的。这炒饭选用的都是包菜叶子，所以比较嫩。牛肉基本没吃到什么牛肉味，像他就吃不了猪油渣，他就把这个给我了，我吃2碗。我觉得味道还可以。想了下，他厨艺还是牛逼的，味道比较求真。如果你高端餐厅吃的不多的话，那你可能来吃会觉得普通。但我觉得高端餐厅能做到能吃没有怪味，就已经战胜大部分了。这炒饭不会很干，也是湿润的，但颗粒分还挺好吃的，几乎等于没放盐，还可能放了一点点。一定要小心烫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腐竹炖白果。腐竹炖白果。对。哦，这是豆腐汤。它就是腐竹，就是给它熬化的时候，然后做的一个汤膏。啊，就对。白果是那个小小的那个。对，白果的话，它就是有点偏苦的就是一进。这是功夫菜吗？尝一尝。喝着就是一个甜豆浆，味道还行吧。豆浆。哇，这白果那么大。这白果也不苦，而是甜的，糯糯的。这不是银杏吗？是甜的，一点都不苦。今天吃的还可以，至少没让我吃那种莫名其妙折磨受苦的骗人高端菜。反正过关吧。我觉得它的技术是没问题的，技术是不错的，而且技术是不只是不错，应该是水平高。但是它食材主要它拿不到什么牛逼食材，所以它的能力还没发挥出来，我觉得。